失眠睡不着，或者是中间醒过来，建议先 try 晒太阳，你会发现你晚上更容易睡觉的。现在快餐店的快餐我觉得还蛮 balance 的 ，chocolate 70%以上的 dark chocolate 提神又让自己开心。喝酒，男生不要多过15个 shot， 女生就不要多过8杯。有些人是适合少吃多餐，有些人是适合1天3餐。你要认你身体的 system， 什么样的 portion 是适合你这一个人的。Erica， 你能简单的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叫 Erica， 我是一名饮食治疗师，那毕业于马来西亚国际医药大学 IMU。那在疫情以前，那我是一名 corporate dietitian， 然后现在就是会专注做影片给大众 education regarding on 我们的 nutrition and health。我很好奇，其实营养师和饮食治疗师 dietitian 实际上有什么不同吗？其实营养师跟饮食治疗师是2个不一样的专业来的。那很多人会以为饮食治疗师也是营养师，那其实它2个的不同是，营养师比较 focus on public health， 饮食治疗师呢，它跟营养师不一样的是，它在营养师的基础上，它可以做营养师做的东西，但是它多了一项可以去 consult 病人，就是医院里的人，可以透过客制化的饮食方案来从饮食来从吃的方法帮那个病人manage 他的 disease。 可以这样 Erica， 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午餐过后很容易反黑公上，就是很难专注就是要睡这样子。这样我们要怎样去调整来帮助，说的我们下午可以保持专注力在工作上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午餐的选择很有关系第一就是可能我们选了太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太多，在我们选碳水化合物食物的时候，碳水化合物会转移成 sugar 嘛，糖，那糖会立刻 shoot up 我们的 blood glucose， 我们的血糖，我们的胰岛素 insulin 就会哇，这么多血糖来到我的身体里面了，怎么办？我一定要快点把这个血糖拉下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 secrete 很多很多的胰岛素去帮忙把我们身体的血糖拉回正常的这个 range 里面。但是因为 secrete 过多了，所以它就太多的血糖被拉下去，所以它就是本来在这个 normal range 的嘛。我们吃饭了吃太多碳水 shoot up， 然后它就会直接下到下面，就是过了那个 normal range，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没有身体没有血糖了，很累，哎呦我又想要睡觉，就是这个问题导致我们会有这种状况。然后第二个就是吃太多油，就是 high fat 的食物，因为在我们身体消化 fats 的时候，它会 secrete 一种 hormone， 这种 hormone 它会让我们的身体想要睡觉。那要怎样改善？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均衡，还是一样均衡，不要吃太多的饭而已。你看我们的餐盘里面1/4 supposed to be 饭，很多人一般就是饭了，所以可能就太多了。然后吃饭的时候可能不要淋渍里面有过多的糖，有很多盐，然后有很多的 oil 在那个渍里面。吃汤面的时候就不要喝完那一个汤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热量的摄取。第二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可以吃慢一点，因为我们的头脑需要20分钟，在我们开始吃东西的时候需要20分钟才 register OK 我吃饱了。但是如果你吃到太快，可能你的肚子已经饱了，你的脑还没有 signal 到我饱了，他就会讲你还可以再吃的，所以你就会变成 overeating 啊。我们常常会建议大家啦，吃东西的时候吃久一点，咬久一点。这样吃饱回来工作可能到2-3点，下午就开始疲劳喝一下一些高糖饮料或者是一些甜点，其实这个是不是会 become worse？ 会，因为刚才你记得我刚才讲的那个血糖上升然后下降嘛，到这边它到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就讲我要能量，它就会 signal 我们吃甜的东西来让我们的 sugar 回到去 normal， 但是我们又吃太多了然后它又回去上面，在这里的时候一样的，我们的血糖我们的 insulin 又出来，它又下回这边，所以它就会是形成一个就是无止境的 cycle， 它会让我们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一直想要靠吃甜的东西来让我们满足其实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了就是因为你吃的太多，所以它救的时候救过头，对，它又提醒你需要吃的更多，然后它又需要补救，对，好像很累对，它会，所以它就会让我们的liver 我们的胰岛素会过后它就会
怎样很累耶，我一直要 secrete， 一直要吐，还是不要，这样长期的饮食也会造成我们的 insulin insensitivity， 就是不 sensitive，对，所以也是糖尿病，可能会引发糖尿病，可能一开始是高血糖先啊，如果再没有 manage 的话啊，就会变成糖尿病。少吃多餐，这样会不会引起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呢？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是适合少吃多餐，有些人是适合1天3餐，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你要认你身体的 system，然后你要知道什么样的 portion 是适合你这一个人的，因为大家不一样，你的 size 跟我的 size 不一样哦，你需要的能量跟我需要的能量不一样，只是那个 proportion 你不可以太过糖啊，太多 carbo 了。如果不是用吃东西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工作到一半的时候，可能30到1个小时的时候站起来伸展一下，换一下 focus， 这样子呢会让我们的头脑有更多的血就是 oxygen， 换 oxygen 进来，然后我们会变得更加 refresh。有时间或者是场合允许的话，也可以去睡个10到20分钟，就是做 power nap， 但是不要超过30分钟，因为一超过30分钟，我们的 sleeping 有 cycle 的嘛，它就会进入我们深度睡眠 deep sleep。如果我们在深度睡眠醒来的话，你会变得更累。这样长期大量的饮用咖啡，其实比如1天3杯的话，有害吗？咖啡它是一个很多人又爱又恨的，很想要喝，但是又怕它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这样子。那之前有一个报道讲，有一个女生她喝了咖啡，每1天3杯，喝了30年，然后过后她就骨折了，就有骨骼疏松症。然后很多人就讲，喝咖啡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的钙流失？确实，喝咖啡是会导致钙流失的，但是前提是你本身身体的钙是不足够的，而且你又没有在你的食物里面补充钙质的食物。如果你是在喝咖啡的时候，可能那一天也喝1杯牛奶，那我们的骨骼的 bone density 是没有改变的。有些人会讲咖啡会导致我们胃的问题不可以喝咖啡。那其实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胃痛、胃酸过多这些问题的话，那咖啡确实会把你的问题加重worsen。但是如果你本身没有的话是 OK 的。每一天喝咖啡确实会让我们上瘾，可能就是我们已经 dependent on 这个咖啡因让我们精神。那如果1天没有喝的话，我们就会可能头痛、注意力不能集中，会有这种withdrawal syndrome。那其实这个 syndrome 是没有问题的，是不会伤害身体的，可能2天到1个星期以内它就会完全恢复了，它不会像我们戒烟、戒酒的这个 symptom 没有。这样刚才你提到讲说我们不要吃太甜的东西了，很多人压力大的时候偏偏就想要吃甜的东西了，比如讲说喝一些甜的饮料啊，吃蛋糕啊、巧克力啊，这样有没有其实更健康更有效的替代品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头脑都会跟甜拎在一起，因为我们的身体在我们很有压力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释放激素，这个激素叫做饥饿激素，它会让我们饿，但是身体的快乐激素它又降低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crave for 高油高糖的食物来让我们变得更开心。但是这个我们要注意的是，可能它是一种情绪饮食来的，我们用食物来转移我们的情绪，我们伤心啊，我们心情不好，我们很有压力，我们都用吃来转移掉它，那可能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来的。其实在2007年有一个研究，他讲不管是吃甜的东西还是吃蔬菜、肉类这一些食物，它会让我们身体感到幸福感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不一定是吃甜我们才能解压，而是在哪一个时间段，在下午时间我们的幸福感会高一点。如果在那一段时间进食，我们会更加的开心就是感觉更开心更 relax 这样子。如果你很想吃甜的，那你就用一些比较 natural 的来代替水果，或者是你可以用 yogurt bites。 如果有些人他会比较喜欢吃脆的，那可能你就用 bake 的 type 咯，你不要用 deep fried 的 type。 那么 Erica 你刚才提到情绪方面可能会不开心啊，或者是心情不好这样，如果说人比较焦虑或情绪低落，那吃什么可以帮助改善呢？那情绪低落焦虑我们要看是
one off 一次而已，还是我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常常会有这种感觉，那可能不是食物能帮到你的，可能是你的心里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被解决，可能问题的根源还没有被解决，你需要把问题找出来。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压力？因为是压力导致你的饮食习惯，所以它的 root cause 还是在压力。在食物方面，我们可以吃一些 omega 3啊，或者是 tryptophan 的食物，它会调节我们的脑神经，让我们更加的开心，就是会少掉那些忧郁。而好像食物，比如说维生素 B 群的食物，还有抗氧化剂的食物，也可以有这种效果，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 stable。还有一些比如是益生菌的食物，益生菌它会它是在我们的大肠的嘛，所以大肠的益生菌它其实会跟脑部连接的，连接了过后，我们的脑部也会更加的清醒，它就会不这么的 depressed。那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在哪里呢？我刚才讲的都是 nutrients 嘛，那它的 source 就是在我们平常吃的鱼啊，然后谷物 fiber 就是 whole grain， 还有我们的青色的蔬菜，然后 miso 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yogurt 啊，这些都有。所以不是一两种食物可以帮助的，而是一整天你吃的有没有均衡。像Erica刚才你提到就是职场人士啊，很多都会有这种肠胃的问题了，这样其实普遍的原因是有什么情况造成的吗？那肠胃的问题有很多，包括我们讲便秘、肚泻、胃酸过多、倒流、奥塞，这些都是。那每一个这个症状的原因后面都不一样，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不规律，就是可能我太忙了，我吃一点，或者是我太忙了，我不吃，或者是我拉长那个时间吃。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它会 secrete 这个我们的胃酸嘛，胃酸是帮我们来 digest 我们的 food 的。但是如果这段时间必须吃的时候你又没有吃，那胃酸不是 secrete 过多咯？那它会造成胃酸过多，然后胃痛这些状况。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一直讲话，也会让我们吃进大量的空气，胃就会胀，然后就会不舒服。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睡不够，压力太大，或者是我们常常吃很多的快餐，吃很少fiber 的东西，很少蔬菜水果，也会造成我们便秘的这些状况。那怎样可以改善这个状况，是要视乎你的肠胃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是消化不良，那我们就不要吃这么多 fiber 的食物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症状。然后我们可以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是其他的问题，那我们要吃比较清淡的咯，就是不要煎炸的，可以吃蒸啊、炒啊、烤啊这一些类型煮出来的食物。那还有一点就是 probiotic 的食物很重要，miso、kombucha， 然后我们有 yogurt、kimchi， 这一些含有益生菌的食物，它可以让我们的菌群，身体胃里面的菌群平衡回。因为很多的问题可能都是从菌群不平衡开始的。那么 Erica 熬夜过后就会感觉第二天精力不足，这样有没有饮食上的一些调整可以帮助我们去恢复这个状态，避免我们这个熬夜的后遗症呢？在熬夜过后，我们的身体会流失很多水分，就是平常已经会流失水分了，但熬夜过后会流失更多的水分。所以第一，我们要补充水分。其实起身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喝水，白开水如果缺水的话，我们的头脑就像刚才我们讲会有脑雾，那我们的头脑会更加的不清醒那第二就是熬夜过后早上起来吃早餐，因为早餐它会 refresh 我们的一天，让我们有更多的能量。那早餐里面一定要有蛋白质跟碳水，碳水是让我们 replenish 我们的这个 sugar 嘛，蛋白质它就会帮我们修复我们的肌肉，所以有这两个 component 很重要。那可以吃什么？我们可以吃很简单的面包加鸡蛋就已经是很好，或者是酸奶有个加fruits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吃一些维生素 B 的食物，因为维生素 B 的食物呢，它是会帮助我们能量代谢的。那我们在熬夜的时候，我们可能新陈代谢变慢，muscle也会变得比较僵硬如果是一早知道我会要熬夜，那在前一餐或者是前两餐前一天的时候，我就吃多一些这样的食物，那就包括可能一些 nuts坚果类，那一些鱼类肉类，或者是鸡蛋
还有我们的全谷物都可以吃多一些这种 natural， 就不理它是什么，只要是 natural 的食物，然后还要有青色的蔬菜都有帮助的。如果真的我没有吃到，可是我要熬夜，那我也是会建议吃一粒 supplement 也可以的。对，那除此之外也要增加多一些抗氧化剂的食物，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的食物类都可以。这种食物都通常都在水果里面，颜色比较鲜艳的水果 blueberry 啊 cherry 啊 cherry tomato 啊，或者是 strawberry 啊都有。因为在我们熬夜的时候，身体的自由基会变多，因为它 stress 嘛，熬夜我们没有的休息够，所以那些自由基就会来 attack 我们的正常的body cell， 我们就要吃多一点 antioxidant 的食物。刚才你提到这个熬夜了，sometimes 不是真的要熬夜，是因为失眠或者是睡眠不好。这样有哪一些食物可以帮助去改善睡眠的吗？其实失眠就是讲我们睡不着，或者是中间醒过来，我们也把它当成是失眠。那除了食物，我们可以先做晒太阳这个动作。早上的阳光呢，它会让我们调节我们的身体的激素的分泌，让我们的身体会进入自然的生物钟，就是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如果晒太阳是会有这个effect 的。所以建议先 try 早上晒太阳，晒至少20分钟，你会发现你晚上更容易睡觉的。然后第二点就是你要看你睡觉的环境，你睡觉的环境是不是 completely dark， 因为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身体更容易激发褪黑素，就是让我们睡觉的一种身体激素。如果不能一定要开一盏灯，那你就可能用眼罩来帮忙。那还有就是我们的空气可以调整到18到20度因为这样子比较凉爽的气氛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容易更 relax 的进入睡眠。那在食物方面，叶酸、维生素 B6 tryptophan 这种食物，它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制造更多的褪黑素，让我们更容易入睡。比如说我们可以吃豆类的食物，喝豆奶吃豆腐然后还有一些深色的蔬菜都会有帮忙。那第二个就是 magnesium magnesium 镁，它是一个肌肉的松弛剂，它会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的 relax， 所以在那个时候更容易的入睡。很多人都会很喜欢去买这种的 supplement， 一个是褪黑素 melatonin 或者是 magnesium。 那这里要注意的是 magnesium 可以先 try 看食物，如果 magnesium 的食物你吃了你都不能睡，那可能不是 magnesium 的问题。因为现在 magnesium 的食物很多很多的食物都有 fortify， 就会有加强 magnesium， 可能 cereal 里面就有，然后可能菠菜里面也有，所以如果常常有吃的话是不会有少的，身体不会有少。然后第二个刚才我们讲的是褪黑素 melatonin， 那很多人尤其是在外国很流行，我睡不着我就吃，但其实在 Malaysia melatonin 是一个处方药，就是需要 doctor prescribe 给你才可以吃的虽然很多人也在买。所以比较重要的是，如果你真的有失眠这个问题，你先去看医生，问医生可以不可以买来吃你再买比较好。再有一个，很多职场人可能因为上班太赶，早上上班太赶，就选择不吃早餐，或者有些人他可能也认为这样子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可以帮助减肥。这样长期不吃早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那其实我很鼓励大家吃早餐的，因为早餐 break the fast 就是要我们 stop 掉我们昨天晚上一整天睡觉的那个进食的时段，而且早上吃早餐它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有活力的启动新的一天让我们的脑更有精神，让我们做事更加专注，很重要。那有一些人好像如果你有胃不舒服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吃早餐因为我们就是胃需要 secrete 那些 juice 嘛。但是如果你那时候没有吃早餐，它会让我们更加的这个胃的状况更加的严重。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吃早餐，觉得早上起来真的不想准备早餐，就想出去，因为我很赶，我宁愿花多那个5分钟10分钟睡觉，我都不想要准备早餐。那可能我可以给几个比较简单的，可能你用1-2分钟就可以做好了的早餐的 example。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燕麦片你可以去超市买什么样的燕麦片都可以，
你一的是冲加热水或者是加牛奶，然后早上先起来泡一杯先，然后再去准备你那些洗漱啊那些。当你洗漱完过后，可能5分钟10分钟啊，那个燕麦片已经好了，因为燕麦片现在只需要2-3分钟就好了嘛。这样就是很方便的早餐。不然的话，晚上你可以先准备 overnight oat 3汤匙就好了。overnight oats 啊，或者是可以准备我们的这个yogurt parfait 就是加yogurt加坚果加水果在里面。晚上弄好了放在冰箱，第二天早上直接拿，直接 grab and go， 很方便。不然的话就是准备 sandwich 也是可以晚上准备的，你不用早上起来准备放牛油果，放鸡蛋你不用去煎，水煮的鸡蛋切片也可以，然后加一片 wholemeal bread 就很方便其实这样Erica，有些人他们可能因为工作很忙，所以做得很夜，晚餐也吃到很晚，甚至会吃宵夜，这样子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首先就是我们消化不良，因为我们在晚上吃东西的时候，特别是靠近那个睡觉的时间，那 suppose 是要睡觉的，身体的生物钟也是讲这个时候是需要睡觉需要休息的。但是你因为吃了，我的肝我的肠就必须要做 extra 的工所以它就会导致我们的消化不良的问题。第二，因为在消化的时候我们会不舒服的，有时吃到太撑，睡下一下起来因为不舒服，然后它又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第三，然后在吃晚餐的时候，如果晚餐你可能宵夜了你要吃什么？就是可能自己在家煮Maggi，或者是在外面妈妈，或者是吃大炒，这样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它再一次对我们的肠胃造成负担，而且因为我们的肠胃 overload 了，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也会比较累的它也会影响。对，就我们看到很多人减肥，第一件事情就是减淀粉，不要吃饭，不要吃面，不要吃面包。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迷思来的嘛。其实我很想为我们的碳水 carbohydrate 觉得冤枉大家碳水其实没有不好其实我们从以前以来，我们爸爸妈妈公公婆婆我们的祖先都是靠碳水生活的。对，碳水吃得对很重要。那为什么现在碳水变到很多人讲碳水不好，吃碳水会这个那个？因为我们吃的 portion 太多了，可能我们一整个 meal 里面70% 是碳水，80% 是碳水。我吃碳水的时候只吃碳水，而没有吃其他的 food group， 那问题就是在这里咯。那现在很多人就是他们喜欢低碳，因为他讲我低碳了过后我可以更快速的减肥。那确实，因为在我们没有吃碳水的时候，我们身体用糖分嘛，那身体的糖分用完了，我们身体储备的糖分也用完了，我们的身体就需要用 fats 来做能量。当我们的身体用 fats 来做能量的时候，我们的 fat cell reduce 了嘛，自然我们就觉得我很快瘦了，我瘦了。确实那我们也要看碳水，你戒碳水你戒到多少。可能有些人只是一餐不吃碳水，有些人是很严格的，我一天里面只可以吃1片面包的碳水，或者是有些人不要，我要完全不吃，我连所有的糖、面包、饭、面有关于碳水的东西我都不吃。这个就有一点到 keto diet， 就是生酮饮食的那个部分了。生酮饮食其实一开始是用来做治疗的，但是确实现在慢慢更多的研究讲生酮饮食对健康对治疗方面有好处。那我也没有反对生酮饮食的好处，但是前提是你要在有 healthcare profession 的监督下指导下完成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自己做，万一做错很危险的。最近罢了，就是8月份有一篇这个叫 research， 它把我们分成3个 group， 一个 group 是戒糖游离糖 OK， 一个 group 是戒碳水，完全不吃碳水，碳水是8%以下，我们整个meal还是有吃8%。然后另外一个 group 是你要吃什么都可以，就是对照组来的。然后研究发现没有吃糖跟没有吃碳水的那2个 group 都瘦了，但是没有吃糖的那个 group 它的坏胆固醇 LDL 减少了但是没有吃碳水那个 group
坏胆固醇增加了，肠道的菌群也变了，糖的耐受也减少了，就是它更加的 sensitive to 糖了。所以你看啊，整个总的来讲，其实可能戒掉糖对我们 overall 的健康，心脏啊，就是身体的健康，会比没有吃碳水来得好。虽然没有吃碳水瘦得快，但是没有吃糖同样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吃碳水，但是减少糖都能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吃的时候，也有另外一点是因为我们要keto，我们变得吃到更健康，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饮食习惯变得更健康了，我们想要 eat clean， 这个举动让我们的身体减少了卡路里，摄取少了。那另外一点keto diet 它也会造成一开始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晕啊，这些状态的，因为身体没有糖嘛。然后长久的话它也会造成口臭这些问题，因为 keto 嘛，keto 的味道就会出来。如果真的想要戒碳水，还是希望你可以找一个营养师、饮食治疗师帮你一起做，或者是最多你可能做1-2个月就够了，你不要 extend 太长。因为你戒碳水，除非你可以戒整死人，不然的话，如果你一次回碳水，其实你的 body cell 就会哇有糖来了哦，很开心，它就会快点 capture， 我们的身体就会 store 更多的碳水，它怕你下次没有碳水了所以你就会反弹哦。所以我就讲，除非你真的不要再吃碳水了，否则你戒糖跟减少一点点碳水，而不是大 extend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moderate 吃，会比完全不吃来得好。那还有一点是，有一些人尤其是血糖不稳定的人，他们觉得我戒了碳水过后我的血糖变好了真的我不能吃碳水，但是碳水本来就是影响我们血糖的一个东西来的嘛，所以你没有吃碳水原本就会让我们的血糖变稳定，这是本来就会这样子的。那你要做的不是戒碳水，不是觉得碳水是坏的东西，而是你要去学怎样在我吃碳水、吃 ice cream、吃 cake 有吃这些东西的情况下，我还可以 maintain 我的 blood sugar level 在一个 normal range， 而不是我不吃。这样 how about intermittent fasting 呢？这个也是最近很流行这样其实它基本原理是怎样呢？ Intermittent fasting 它跟其他的饮食法不一样的是，其他饮食法它会限制你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 Intermittent fasting 它没有限制你可以不可以吃什么，而是它限制你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吃，来让我们的身体 burn 更多的 fat， 来调节我们身体的激素。那 Intermittent fasting 有分成好几种，比较普遍的是168 16个小时不吃，8个小时吃。另外一个是52就是5天吃 normal， 2天只是吃少过500卡路里的食物。它的背后的机制其实跟一部分跟我们的 keto diet 很像的，因为在我们身体 fasting 的时候，它会用我们的糖原嘛，用完了过后它就会 break down 我们的 fat as source of energy， 然后我们就会瘦嘛，减少了身体的 fats。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它比较好的是Intermittent fasting， 它在我们断食的那段时间，它会启动身体的自食机制，就是自己吃自己的机制，就是它会清理掉我们身体不好的那些 body cell， 它会做修复，在那个时段对我们身体的整个心血管健康比较好它也会 regulate 我们的 hormone 去到对的位置，可能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荷尔蒙失调，它会把它调整到对的位置，所以 intermittent fasting 研究显示有这种功效。但是不是所有的人也适合 intermittent fasting， 如果你是那种很需要脑力做工的人，或者是你压力很大的人，这样你就不适合，因为我们需要能量，我们需要碳水来让我们的身体，来让我们的头脑精神或者是如果你是你的工作是体力活的，也不适合。另外本身有低血糖、高血糖、糖尿病、胃有问题的，这样也不适合，因为我们需要在那个时间进食的。那除了这一类的人群以外，其他的如果你想要吃 intermittent fasting， 我也很赞成的，我们可以 go ahead 可以 try 的，因为 since 很多人
早上都不吃早餐了，你第一餐可能是午餐12点，那12点到8点，你如果可以在8点前吃完你的晚餐，并且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没有暴饮暴食，那 intermittent fasting 适合你。这样 Erica 啦，很多职场人啊，周末嘛，周末就喜欢放飞自我，去吃大餐啊，或者是喝酒狂欢啊，这样子，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其实对健康有什么影响啊？那我觉得，如果你星期五哇 DJF 很开心要去拔地，没有问题的，可以的。但是重点，你拔地的时候，你吃什么？可能有些人喝酒，喝大量的酒，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喝酒短期你会看到的是你脱水，你宿醉，你头痛。那长期如果每个星期去1到2天，拜5拜6都去，或者是每个星期去1天拜5，因为我去1天我要喝够它，这样子那酒精就会累积在我们的身体嘛。它其实对我们的不只是肝脏代谢酒嘛，不只是肝脏，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胃，然后我们的肾脏都有负担啊，长期以来这些器官就会有问题。如果你还加上吃大餐，重点是如果你吃很多很油腻的东西，那它还会加重你的胃部的负担。所以很多喝酒的朋友，他们肝指数都会有问题，尿酸，这些都是因为我 excessive drinking 啊。那喝酒其实没有问题，可以喝，但是要适量，就是男生不要多过15个 shot 一个星期，大概一杯大概230ml 这样。女生的话就不要多过8杯，但是你不多过也不代表安全，因为酒精没有安全的剂量，它只是 lower risk 而已。所以喝酒它其实对整个身体都会有影响的。这样我们讲说在职场啦，快节奏嘛，职场生活，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用餐就是方便为主咯，就经常就会吃快餐啊这些，这样长期下来，这个其实会有害哦。我们普遍定义的快餐就是 KFC、McDonald、Pizza，但是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快餐杂菜饭也是一种快餐来的，很快啊！你看你去买，你不用 order， 拿那个菜放在盘给钱就可以吃了，它比我们普通签的快餐还快耶。但是问题是我们怎样选哦？我们觉得这个快餐我不喜欢，我喜欢那个快餐，我觉得那个快餐比较方便，明明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是看我们的选择。那如果你是讲快餐店里面的快餐 OK， 现在快餐店的快餐我觉得还蛮 balance 的，就是你看啊，我们for example burger， 我们面包杯就是我们的 cups， 里面我们有肉饼 protein， 我们有菜 veggie， 你看就是一个很均衡的一餐了。而且现在的快餐店很好诶，它还给我们 customize， 你要加多一片肉，加 cheese， 然后加鸡蛋都可以，然后还可以加菜，把这个快餐变得更健康。还有一些fast food chain， 它 even 有 supply salad， 它的 salad 也我之前有买过，它的 salad 也不小诶，不少它的分量，而且它的 salad 跟它的那个 sauce 是分开的，而且还是 fresh 的。你看其实现在的 fast food chain 它都用了很多 effort 去把这一个东西变到更健康。所以如果偶尔吃，我觉得真的没有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们也可以从这个 fast food 里面选比较健康的 option 来吃，没有很大伤害。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太常吃，一个礼拜如果3到5次，我觉得就已经算是多了。因为快餐它煮的方法很多都是 deep fry， 而且它的 patty 很多它的肉饼很多都是就 process 了的 patty， 所以这一边可能油也高，盐也高啊。可能我们吃了一份，当下饱了，可是我很快就饿了哦，因为它消化很快，它又不是高膳食纤维的东西，它又很快饿了。那你后续你会吃更多东西。然后第三就是快餐有一个很危险的点是，每一次你吃一餐快餐，就可能已经吃掉你一整天的钠含量，就是盐。所以快餐它盐真的很高，所以
很常吃的话，可能你会要担心你血压的问题。那么讲快餐啊，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很方便的，就是比如外卖啊，或者便利店。这样如果啦必须要在便利店用餐的话，有什么比较好的选择吗？其实我每次去便利店要选东西买的时候，我都选很久，因为如果你要讲找到健康，真的是有比较难找到。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么注重一定要100% 健康，我选择比较健康 healthier version， 那一定找得到。第一，一定要会看标签，一定要转去后面看它的营养标签，然后可能你要选 A 食物跟 B 食物的时候，你就 compare 不一样的食物，它的 comparison 的方法不一样。如果你是当做是一餐来吃的话，你就 compare per serving， 后面有的。如果 example 啊，是薯片的话，你不可能一次吃一包的嘛，大个的薯片，你就 compare per 100 gram。如果你立刻可以吃完的，你就 per serving。那你看了过后，你就 compare 哪一样的 protein 比较高，哪一样的fat 比较低，哪一样的碳水可能只是在 50%、60%， OK， 那样就可以选 go ahead。一般上碳水 70% 以上，很多的饭团碳水都70-80%，那我就不会选。很多的面包也是。你要懂得看哦。所以第一，看那个很重要。第二，选 whole grain 全谷物。如果你要吃面包也好，吃饼干也好，就不要选 plain 的，选 whole grain 的，比较耐饱。第三，如果是那一种买可以拿去叮的食物，里面一定有 protein 的嘛，那一个里面的 protein 你要看是你看得出那个鸡就是鸡，不要是那种鸡已经变成或者变成 ham， 就是你要看得出它是原型食物的啊，这样你就可以买。然后就是水咯，水的话就尽量不要选甜的，我们可以选什么茶、乌龙茶、绿茶，就是没有加糖的白开水都可以。protein 的食物也可以，比如说有些便利商店会有什么鸡蛋、溏心蛋、yogurt， 好像牛奶或者是豆奶都可以选。这些会比较好的选择。有一些店也会有 salad， 但是那个 salad 你要看它的 dressing， 如果它的 dressing 已经放进去了的，那就不要选，因为我们不懂那个 dressing 放进去了可能太多，对我们除了高糖高油还有高盐嘛。那如果它的 dressing 是分开的，可以选salad 跟水果可以一的选一样。如果有新鲜水果或 salad， 你就选一样，当做我们的 fiber。 Erica， 说很多人呢，我们习惯在工作的时候吃一点零食这样子啦，就有哪一些适合办公室环境的健康零食推荐，这样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嘴馋，又不影响健康。如果讲健康零食方面，如果我们适量吃 OK。For example， 第一，我会推荐坚果，一的是坚果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种子都可以，有什么马卡达米啊，还有什么almond或者是种子的话，我们有 sunflower seed 这些都可以 pumpkin seed， 但是注意那个量，因为坚果是 fat， 所以一天一次最多一把，不要超过那个量不然的话你卡路里也会增加。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很流行的 freeze dry的水果，冻干水果或冻干蔬菜。冻干水果跟冻干蔬菜呢，它会 preserve 比较多的营养，所以口感又脆，也有甜味，尤其是水果，那又脆，营养价值还是在那边，所以那个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第三，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的，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就是我们的那个 salad stick， 就是我们用什么 cucumber， 然后还有 carrot 切成一条一条，然后可以沾 yogurt， 然后可以沾 hummus 就是鹰嘴豆泥，那鹰嘴豆也可以。还有就是如果你可以自己在家准备的话，你可以 bake 或者是 steam 你的 broccoli steam edamame 鸡蛋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来的。chocolate 如果要吃也是可以，70% 以上的 dark chocolate 1-2片也是提神，然后又让自己开心。这样 Erica，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误区了，这样你认为年轻人在饮食方面还有哪一些误区吗？现在的人他们会觉得健康的东西一定要是怎样才叫健康。 For example， 我一定要吃 poke bowl， 我一定要吃这样 clean 的食物我才算健康，我的杂菜饭不算健康，那我去吃干捞面就不算健康。其实不一定的，你吃干捞面的时候可能你可以叫老板加菜，
把那个面 portion 少一半，可能旁边有鸡饭档，你加一块鸡，这样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变得健康。或者是你直接去吃鸡饭，然后可是你的 portion、你的菜、你的 cucumber 放多一点也是可以的，不一定我一定完全吃 clean diet 才叫做健康。对，而且很多人也会觉得我吃健康我一定要吃 salmon， 但是 salmon 又很贵哦，又不是大家 afford 得起哦。我们也可以代替啊，我们的根崩、巴丁、沙丁也是有 omega 3的，但是人家就觉得本地的不健康，可是是健康的 yogurt。 你一定要吃 Greek yogurt 吗？不一定的。 Greek yogurt 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确实，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吃 Greek yogurt， 它这样浓，它这样稠，而且它很酸耶，这样有些人不喜欢，像我自己也不喜欢的，这样我可以 alternative 就是普通的 plain yogurt 咯，也一样是健康。所以我们不要把健康定义成一定要这样，我不一定要吃糙米我才对身体好，我 diabetic 我不一定要吃糙米的我可以吃我普通的白米，只要我的搭配好，也会让我的血糖美美的。那么 Erica， 我们讲一讲其他方面的东西啦。这样你觉得其实现代的年轻人生活中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挑战现在，如果在society 方面，他们要怎样 live up to the expectation of 那个 society， 就是他们要怎样对待外界对他们的期望。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就是生长在这个一切发展都很快节奏的一个世界，那跟我们20-30年前不一样了。我们20-30年前可能我们工作要每天去做工，这样才叫做好员工。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我不用每天去做工的，我只要 complete 你给我的 task 而且我做到很出色，我就算 OK 了但是现在的我们这些比较年长的人，可能还没有他们那种思维所以要一个就是我们跟上他的思维，或者是他们要换个方式让我们接受他们现在有的这种做法。这一点我觉得还蛮辛苦他们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子对，而且现在的人也不会觉得我一定要买屋子，我一定要买车我才算成功。可能我租屋子，我把东西弄到美美，我也成功了我比其他人好一点，我就成功了。但是就是这种年代的不一样，会让他们跟我们有一个 gap 咯另外一点，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他会觉得我要看到那个东西在后面有什么成绩我才去做，他不会像以前的人，我看不到不懂我做这些呢，做了就会看到这里有一点不一样，那也可能需要那个 expectation 那边就是以前跟现在有一点相差。可能也是因为在 IT 嘛，你说在 IT 年代 social media 很多东西我们看到都是很美好的一面，他们觉得好像很容易，就应该是这样，应该很容易的嘛，大家都要看起来很容易这样子，所以就会 expectation 错误很容易就会 feel 到挫败感所以需要调整一下这样Erica，你觉得有什么技能是很重要可是学校没有教的吗？沟通 build rapport， 还有怎样 build relationship 跟人家。因为出来社会工作，我会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是打工的，那如果你认识的人比较多，你要跳槽的时候，如果有 connection 帮你转介绍，这样你的几率一定更高。那如果你是自己做生意的，你的生意如果有朋友，有那些贵人，有那些比较权威的人帮忙来宣传，那你的生意一定比别人更快起步，也更快发展得更好。所以这一点怎样 build rapport， 怎样跟人家搞好关系而不是只是很像我们讲讨好别人就是不一样的嘛。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需要 brush up 的咯，包括我自己啦。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啦，Erica， 你认为年轻人留在马来西亚还有前景吗？有我觉得留在马来西亚是一件好事虽然可能你看去别的国家赚得比较多，但是在这里我们其实有很多的 work opportunity很多的外面的
private investment 也会进来我们的国家做投资，很多的那个工作机会可以给我们。如果倒不如你还在刚开始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马来西亚的环境还蛮竞争的，因为很多不一样的人嘛，人才。那倒不如你在这里开始刚 brush up， 再学你的 skill 所有的东西先，然后等到成熟了过后，你可能可以自己创业，还是可能再去外面，也对你更好一点。最后了，对于一些正在职业或者事业十字路口的年轻人，可能他们正在面临着人生重要的抉择，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做就对了，因为可能我们有很多个 option， 我们通常不懂得怎样选哪一个比较好。Instead of 你坐在那边想你要做什么，你可以先拿一张纸写下来，做 A、B、C 的好处跟坏处，你也可以去问朋友、身边的人、长辈哪一个比较好，然后立刻给自己一个 time frame 做决定。做了决定过后就 all in， 就不要再想哎呦为什么我没有选option 2 option 3， 就是你已经做了决定了过后，你就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那纵使它不成功，你也会在当中学到东西的，而不是我坐在那边等，哎呀我不懂啊，等我想好一点。那你要想到几时？就是 make the decision go。